10种比钢铁还硬的变态干货，体积只有指甲盖，遇水暴涨10倍。第1种直接崩断门牙，堪比花岗岩的物理硬度，能够砸穿桌子的惊人密度，以及遇水后体积暴涨，口感发生魔术般逆转的生物奇迹。当末日来临，它们就是关键时刻救你一命的压缩粮。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硬得像石头的干货，来一场牙齿与食材的硬核对决。第10名，花椒。乍一看像块黄色的硬塑料，或者风干的厚牛皮，硬度极高，敲起来梆梆响。其实这是大型鱼类的鱼鳔干制品，泡发难度堪称地狱级，通常需要油发或水发几天。但一旦成功，这块硬塑料会膨胀5至8倍，变身雪白、肥厚、充满弹性的海绵体。炖在鸡汤里，吸饱了汤汁，口感软糯滑溜，一口下去，满嘴的胶原蛋白，被行家称为可以吃的面膜，妥妥的干货界奢侈品。第9名，干贝。看着像一颗颗黄色的棋子，硬邦邦的，扔在桌子上能砸出坑。其实这是扇贝闭壳肌的尸体，水分被完全抽干后，只剩下高浓度的谷氨酸钠和核苷酸。别指望把它泡回肉块，这货生来就是为了提鲜的。只需几颗，温水泡软，轻轻一搓，瞬间散成千上万条金色的贝丝。煮粥时撒一把，那种鲜味能把天灵盖掀开，堪称厨房里体积最小、能量最大的提鲜炸弹。第8名，压缩黑木耳。这可能是大家最熟悉，但也最容易翻车的干货。干燥时看着像一撮烧焦的塑料片，轻飘飘，硬邦邦，千万别手抖抓多了。它的吸水膨胀率高达10至15倍，只要1碗温水，它会在半小时内疯狂生长，变成满满一大盆肉嘟嘟的耳片。在缺乏新鲜蔬菜的冬天或野外，一小袋黑木耳能提供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胶质。记住，泡发时间不要超过4小时，否则可能产生有毒的米酵菌酸。第7名，干海带。它可是公认的含碘大户，泡发率极高，一斤干货遇水能暴涨出5至6斤鲜货，瞬间变成巨大的绿色屏障。用来炖排骨、凉拌，那种厚实口感，新鲜海带根本没法比。但要切记，表面的白霜是甘露醇，天然的鲜味剂，洗掉就是暴殄天物。第6名，腐竹。这是一种极其脆弱但又极其坚硬的矛盾体，它是豆浆煮沸后表面结出的那层油皮，经过干燥挂干，变成了像玻璃管一样脆硬的棍子。运输过程中极易碎裂，别看它干的时候一捏就碎，一旦泡入冷水，记住一定要冷水，它会吸收大量水分，颜色从深黄变成奶白，质地从玻璃变成充满弹性的肌肉。每100克干燥腐竹中含有45克到50克的纯蛋白质，这意味着它比同等重量的牛肉蛋白质还要高出2倍，口感像肉，却比肉耐放。第5名，笋干。新鲜实嫩如水，晒干后硬如柴。特别是江南地区的扁尖或鸣笋，晒干后硬度堪比树皮，徒手根本掰不动，必须用刀砍。它的泡发过程是一场耐心赛，需要先用淘米水浸泡24小时，再用高压锅煮，清水再复泡。但一旦泡发，体积膨胀3至4倍，原本干硬的纤维变成了吸油神器，必须搭配肥腻的五花肉，让它吸饱油脂，那种脆嫩爽口的滋味是阳光与时间的极致浓缩。第4名，干海参。如果你在海边捡到晒干的海参，你会以为那是黑色的石头或者煤球，表面还带着硬刺，硬度极高，摔都摔不烂。作为干货界的长发冠军，一只拇指大的干海参经过泡、煮、焖、泡的复杂工艺，历时3到5天，体积可以膨胀10至12倍，重量增加10几倍，从一块黑石头变成一根 Q 弹软糯的海参。这种体积的巨大反差是生物结构学的奇迹，它体内独特的胶原纤维结构能像吸水凝胶一样锁住几百倍的水分。第3名，干鲍鱼。新鲜鲍鱼软趴趴的，但顶级的糖心干鲍硬得像一块琥珀或金块。俗话说千金难买两头鲍，所谓几头鲍就是看一斤有几只，2只凑够1斤，那就是顶级的2头鲍。头数越少，鲍鱼越大，价格越昂贵。一颗干鲍的价格往往能抵一桌酒席。想吃它，必须用老鸡、排骨、火腿高汤煨煮整整1周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干鲍鱼会慢慢吸水软化，中间的糖心会发生美拉德反应，变成糖心蛋一样的粘牙口感，一口下去全是时间的味道。第2名，喜马拉雅硬奶酪。这可能是世界上最硬的乳制品，
它是用牦牛奶去汁、煮沸，包裹在布里重压脱水，然后挂在烟熏架上风干几个月甚至几年制成的。它看起来像一块褐色的方石头，但别想咬动它，它的硬度堪比骨头。把它含在嘴里，像含糖一样，用唾液慢慢软化它的表面，然后一点点刮下来吃，一小块能让你啃上2个小时。在喜马拉雅山区，它是牧民和夏尔巴人的口香糖，高蛋白、高热量，一块就能提供长时间的能量，还能清洁牙齿。第1名，尖节，不是石头，胜似石头。它是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世界上最硬的食物。这块将煎鱼经过煮熟、烟熏、霉菌发酵、日晒，历时半年反复脱水后制成的木乃伊鱼，硬度达到了模式硬度7至8，比木头硬，接近花岗岩。日本有人曾无聊地把它打磨成了一把刀，锋利到可以切菜、四川易拉罐，甚至切断细铁丝。吃它得用专门的刨子，像木工刨木头一样，把它刨成薄如蝉翼的片。这就是我们章鱼小丸子上跳舞的木鱼花。别看硬，里面全是浓缩的鲜味肌苷酸，只需要几片，扔进开水里，就是一锅顶级的日式高汤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为你打开了一扇通往硬核美食的大门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，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亲人和朋友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